美国史上第一位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总统当选人 Donald Trump 到底要刷新多少纪录？封口费、国会骚乱、选举舞弊、性侵丑闻、泄露国家机密，单单任何一项都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对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认知。但是 Trump 今天用行动证明，人在江山在。1月20号，我要重返白宫，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今天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来恭喜这位旧人。故人，一起聊聊川普这些年的传奇复仇之路，以及那些罄竹难书的罪行。究竟发生什么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今天我们chill一点，美国政治毕竟是美国他们家的事，而且前面震惊的14集我已经快动不掉了。看到这里应该已经30秒了，前30秒的续看率很重要。跟你们说为什么我的影片流量很差，因为我的后台观众都是叔叔。熟字辈喜欢看这种新闻议题，但竟然看到我是一个22岁女性，马上就会跳出去了。因为你一定或多或少对我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年轻女性一定偏向左派，你一定会觉得我讨厌川普，对不对？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年龄跟性别真的有差，尤其是职场上总会遇到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尤其是这次的美国大选，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这影片分成下列3块。首先，我们会先分享一下这次美国大选我认为比较有趣的地方，但这件事情因为过得比较久了，而且它牵扯到的议题也非常的庞杂，所以我绝对不会讲得太深。再来就连接到我前面刚开头所说的川普先生现在身上背负的一些官司跟争议，最后在三明治的讲法来讲讲他的厉害之处跟未来值得期待的地方。去年10月，我们做一个街访的影片，去访问大学生对美国大选的看法嘛。那当时的情况是，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会刚结束不久，当时贺锦丽的民调是直线往上的状态，但这样的盛况并没有维持很久哦，因为美国人最在意的还是 economy。最简单、最粗暴的概述就是，川普2016年上任的初期，原本经济算是一个大好的状态，但是遇到了 COVID-19 就啪就没了。2020年民主党狂打猛吹，川普政府对于疫情处理的失当，造成了经济衰退跟社会分裂的状况。然后拜登呢就当选了，但后来经济也就，所以风水轮流转嘛，蓦然回首，发现那个男人川普其实也还不错。所以就政党轮替喽。好啊，美国的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他们要面对的社会议题其实非常多。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而已。那你说到底为什么美国人会愿意让一个罪犯来当总统呢？其实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好不好？来看看 CBS 统计的民调，美国人在意的第一经济，第二通膨，再来就是主权在民、犯罪问题、枪支控管、美墨边境跟堕胎权益。什么总统的人品问题，这真的只能拿来当做炒新闻的话题，并不是选民真正在乎的焦点。对，但就是我们这种世邪光民会在乎的。总体来说，这次的大选非常的 drama， 那其实也还好。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候选人中弹，台湾有发生过吗？有啊。候选人当选之后，在卸任之后被判有罪，台湾有没有发生过？有啊，只是不是戴罪参选而已。候选人选到一半被换掉，台湾有没有发生过？有啊，换柱嘛。你看2024台湾也有总统大选，大家都在笑什么蓝白拖啊、武汉肺炎呐。你怎么知道台湾不是在给大家示范一个全新的选举戏码？台湾虽然小小的，但是我们在政治这块还是可以说是领先全球的，好吧？但有件事情台湾无法复刻，就是 Elon Musk 在选前推出的天天抽100万的活动，这个很大胆而且很创新。这在美国没有不合法啊，就是在选前几天的时候，战况最白热化的阶段，马斯克为了帮川普拉票，祭出了这个只要你是涉及在摇摆州的选民，然后签署支持言论自由与拥枪权请愿书，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但你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为什么这么挺川普？作为一个超级成功的商人，我们能想象在政治角力上选边站，一定是某一边对他来说有利可图嘛？但我们都知道啊，马斯克的代表作之一特斯拉是电动车的龙头，但川普对于像什么环保啊、电动车啊、巴黎协定啊，都是非常的不屑一顾的。那为什么这2个这么对立的人会走到一起呢？我也不知道。应该说，我们没办法真正的去了解一个商人在做利益评估的 know-how 啦。那外界对于这样的揣测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啊，川普就算降低电动车的各项补贴，但真正被影响到的只有比较小的品牌。特斯拉作为电动车界的大佬，反而会在小品牌受到打压的时候趁势渔翁得利。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完全就不是其他电动车品牌，而是传统汽车。所以马斯克挺川普，压根就跟电动车没有半点关系，反而是他对于民主党所推崇的觉醒文化之类的性别政治正确的左翼思想非常反感，所以才会这么支持川普。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留给大家思考了。你认为马斯克会支持川普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商业利益可图，还是夹杂一些私人情感呢？讲到性别政治正确，各位叔叔讨厌的女性主义就要来了。没有啦，接下来我会客观陈述事实。那开始之前呢，或是你要离开之前，先帮我按个订阅，才不会漏掉时下最新社会动向哦。川普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2次参选都跟女性候选人交手的人，川普和他的右派好朋友们是一点没放过这个可以拿性别攻击对手的机会。无论是川普嘲笑贺锦丽当选之后会成为全球领袖的玩具，或是福斯新闻的主持人瓦特斯说贺锦丽会瘫在战情室，让将领们想怎样就怎样，诸如此类的性别玩笑，甚至上升到人格污蔑的程度。但是我必须先说啊，那毕竟是美国人的文化，美国人的家务事，我们作为外国人可以批评，可以挞伐，但不用真的压起来，因为某些程度上会受到翻译的影响，还有可能不同阵营的媒体会夸大渲染。川普有没有歧视女性？有，但川普有没有女性支持者？也有，而且不少。所以你说川普真的这么性别政治不正确到这么糟糕的地步吗？我觉得可能不尽然。这个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还是交给美国人自己去审判。但是争议可以有正反方的辩论，但司法就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了。川普的2024年不止选战打得火热，官司也打得热火朝天。目前所有的案件中，唯一一个确定成立的就是知名的封口费案。川普在2016年大选之前，为了阻止成人片女明星丹尼尔斯公开他们的婚外情，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给他。虽然这是属于民事诉讼私德的范畴，但为什么最后会演变成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呢？因为他笨，没有啦，因为他动用了不该碰的竞选经费去支付这笔封口费，再加上他做假账，所以才会一步步从民事纠纷演变成刑事重罪。但你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就是用政治现金去做假账这件事情。另外，其他案件基本上都还在上诉当中，但因为川普当选了，所以很多调查跟宣判都有可能会延后。包括他被指控在1995年的时候性侵前时尚杂志专栏女作家卡洛尔，2020年被指控试图推翻大选结果，他与乔治亚州最高选举官员通话，要他找到足够的选举票来让他赢得选举，结果他还是太笨了，被电话录音然后公开挞伐。不死心不认输的川普，隔年他要大力煽动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造成多人死伤。你看，那一个人的输不起，要让多少人跟你一起陪葬啊？好了，辩论这么多，还是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今天是轻松聊国外政治的局，我们不用大喜大悲。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交给美国的司法决定。川普的人品问题，我们交给美国公民来判断。但是不管各界抱持任何看法，最明确的事实就是川普这次真的赢了，赢回来了，而且赢得漂亮。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为美国创造了经济繁荣、低失业率，以及对美墨边境的控管所展现出来的强硬作风，他的直率、犀利，不拘泥于传统政治语言，与不同于以往知识分子的形象，都让他吸引了很大一票的支持者。或许你会说他离经叛道，他官司缠身，但你不得不承认，川普他确实实现了他重返白宫的诺言，也创造了真的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卸任之后又夺回政权的美国总统。你说他有没有本事？这不容置疑吧。好，那咱就是今天的恭喜老朋友川普重返白宫特别节目。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分享的，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只要注意理性探讨，然后不要走心就好。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小铃铛，留言分享收大家剧。我是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我靠！